用力呀，孩子马上就看到头了。对，使劲儿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个闺女。怎么又是个丫头片子？这都第5个了！你个不争气的小贱人，没用的东西！娘，我下次肯定能给三郎生出儿子的，请您不要生气了。哼，生出儿子？你可拉倒吧！你都生了5个赔钱货了，再生指不定还是个赔钱货。你怀胎10月，老娘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最后还是个丫头片子，中看不中用的货。除了长了一副狐媚样，整天会勾搭男人外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下蛋倒是勤快，就是没有一个重用的。这丫头片子我看也没什么用，你就别管了，我一会儿处理了就是了。娘，求你不要扔了这孩子，他才生下来，现在天气又冷，你要是扔了他，肯定会没命的。我可以不坐月子，一天只吃1顿饭，我们娘2个吃不多的。娘，我求你高抬贵手吧。哎呦，亲家老姐姐，等孩子大了，说不定能说门好亲事，你还跟着享福呢。享福？你觉得我还能享一个丫头片子的福？你要是觉得这丫头片子好，你抱回家里养着去啊！哼，行了，刚刚就当我多管闲事儿，你们家的事儿我才不管呢。你快给我接生的洗钱，我忙活了半天得回家了。你接生出来个丫头片子，还有什么脸面要接生的洗钱？我说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！你们家儿媳妇怀里揣了个丫头片子，我咋可能给你们接生个带把的出来？穿越到这里已经3天了，这3天浑浑噩噩的，还是不敢相信这个见鬼的事实。出差随便找了个宾馆，半夜隔壁抓奸，女人出轨老公的兄弟，这出好戏我怎么能错过？小屁啊！原主跟我同名同姓，媳妇儿已经一连给他生了4个闺女，听着动静，肚子里那个也出来了，现在凑够5个了。操，老天爷，你该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回是肯定回不去了，原主留下的烂摊子，只能我这个倒霉蛋来收拾了。儿啊，是娘对不起你呀！当初要不是娘贪图便宜，给你娶了这么个女人回来，你也不至于会连续生5个丫头蛋子，让外人看咱家的笑话。你真要绝了后，娘将来下了地都没办法跟秦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！娘当初就该给你花钱娶个屁股大、好生养的回来。这老太太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原主也是个拎不清的糊涂哄。老太太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毫无主见。三郎，你救救咱们闺女吧，她才刚出生，娘要是把她给扔了，她肯定活不下去的。再不济，你把我卖了吧，你可以再娶一个。多好的女人，这要是放在后世，打着灯笼去哪里找啊？原主真他妈不是个东西，造孽啊！阿威，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刚生完孩子，不能见风，不然落下病根的。赶紧躺下休息吧。老三，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？他又生了一个丫头片子，这已经是第5个赔钱货了。娘知道你也是怕人笑话你，你放心，娘一定想办法让你有个儿子，绝对不会让你绝后的。儿女都是命，不管是闺女还是儿子，只要是我的孩子，我都喜欢。这也不发烧啊？难道是因为又添了一个丫头片子，被刺激到了？这真是个丧门星！我儿子要是因为这个臭丫头得了失心疯，我肯定活埋他。虽说这年代重男轻女，但是要活生生的埋了一个孩子，这得是有多恶毒的心肠啊！看起来像个猴。上一世我30岁都没结过婚，也没有孩子，这一刻，我的心简直要被融化了。外面太冷了，你们母女俩靠在一起会暖和点。这孩子一看就随你，将来肯定好看。老三，你今儿到底是咋了？一个丫头片子又不是儿子，用得着这么上心吗？娘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是我亲生的，我都喜欢。你以后不要再说把我的孩子丢弃和活埋这种话了，毕竟坏事做多了是要遭报应的。
若薇刚生完，身体虚得很，我去给她弄点吃的。果然是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原主这穷鬼身上连个钢镚都没有，这简直是天崩开局。别人穿越吃香喝辣，我穿越不仅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得拉扯一大家子，我这也太惨了吧！爹，我们没有偷懒，就是今天外面下雪了，天气太冷，挖不到野菜，求爹别打我们。娘是不是又生妹妹了？我们今天不吃饭，求爹别把妹妹扔了，二丫能照顾。我们也可以照顾妹妹的。原主到底是个什么混账东西？这么惹人疼的孩子，他怎么下得去手打？行了，不用担心，爹向你们保证，绝对不把妹妹扔了。你们娘刚生完，身子虚，我来做点热乎饭，你们给爹打个下手行不行？爹，我可以烧火了，烧火暖和，二丫最会烧火了。好，那二丫帮爹烧火，等会儿爹多做点饭，咱们一家人吃顿饱饭。哈哈哈。就这米缸面缸干净的样子，怕是连老鼠都不肯光顾吧？这日子过得可真是太难了。这东西倒是能充饥，但若薇刚生完孩子，光吃地瓜肯定不行。你们先在家里待着，哪里都不要去，外面太冷了。我去想办法弄点吃的。二姐，爹已经好几天没打我们了，你怎么还哭了呢？难道咱们不该高兴吗？家里已经没有米粮下锅了，你们还记得大姐吗？也是在这样一个大冷天，因为家里没米下锅，大姐被奶奶给卖了。这次怕是轮到我们了。好了，你们别哭了，我是姐姐，爹要是非卖的话，也是先卖我。只是你们两个以后要懂事儿点，可千万不要惹爹和奶奶他们生气。秦家没分家，但因为媳妇儿接连生了女孩，遭了老太太嫌弃，硬是把3房单分出来另起犹教。老太太既想要3房的地，又想白使唤这个壮劳力，家产是1分没给，她的心早就偏到长房长孙身上去了。秦鹏，哟，三郎还没吃饭吧？赶紧坐下来吃点儿。都怨你媳妇儿，都是生过几个孩子的人了，还这么费劲儿。我就不吃了，毕竟我媳妇儿和孩子还饿着呢。家里没米下锅了，娘，给我拿点粮食吧。吃什么吃？净浪费粮食，饿上个3顿2天的也死不了。娘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。若薇就算生的都是女孩，那也是咱家的血脉。你总不想让这事儿传出去，说你苛待儿媳妇和孙女，故意要饿死他们，落个恶毒的名声吧？娘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如果你不让我见我妻女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。老三，我可是你娘，你个不孝子，咋这么跟我说话？是啊，老三，怎么能这么跟娘说话呢？娘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弟妹一连生了5个赔钱货，让咱们秦家的脸都丢光了，饿他个3顿2顿的又能怎么样？家里什么好处都让大哥得了，你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要是秦望能少花点家里的钱，咱们家也不至于穷成这个样子。为了供秦望读书，全家勒紧裤腰带，我更是连亲闺女都卖了。老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秦望可是咱们家的独苗，咱们老秦家未来的指望，是个读书人，将来家里全指望他呢。你连个儿子都没有，等将来望儿功成名就了，你们也能跟着沾光。大哥，要是秦望的那些同胞们知道他是靠卖了自己的亲堂妹才交上的庶夫，你觉得他在学堂里还能待得下去吗？老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在威胁我？哪能啊，我不过是就事论事，不能所有的好处都让大哥得了。你还在这儿一本正经的说风凉话吧？我今天是来拿粮食的，娘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行了，去给老三拿点粮食，他媳妇儿刚生产完，你这做婆婆的也尽点心，省得传出去坏了家里的名声，影响了旺儿的前程。真是造了孽了，欠了你们一家子的。娘，就这么点粮食还不够我们一大家子塞牙缝的呢，你多给我点，也省得我天天找你来要。这么多粮食还不够你们塞牙缝的？饭都吃不饱，一大家子马上就要饿死了。这老太太居然还想着读书的事，那我不管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媳妇儿和孩子们饿死。你再给我多装点，不然我明天还得来。这混小子，年后开春家里的活全指望他干呢。不能再多了，这些粮食足够你们家吃上好几天的了。老三，你放心，你是娘的亲儿子，娘啥时候都不会饿着你的。你要是吃不饱，就到家里来吃。
你们家那几个赔钱货，维持着饿不死就行了。见好就收，家里还有几口子等着这些米下锅呢。娘，我不要粮食也可以，不过你得再给我拿几个鸡蛋。若薇她需要补充营养，光喝这些稀米汤肯定是不行的。什么？他生了个赔钱货，居然还要吃鸡蛋？老三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鸡屁股里下的那几个蛋，我还要拿去换钱呢。平时连我的宝贝孙子都舍不得吃，你媳妇儿就更别想了。不行，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时候只能上点茶艺了。娘，我知道，就连你也看不起我生了5个闺女，我没有大哥大嫂好命，一举得男。或许等将来老了，死了也没人养老送终。若薇原本是秀才之女，如果不是家里出了事儿，怎么会嫁到咱们家里去？就咱们家这条件，我想再娶一个，怕是比登天还难。我也不活了，谁让我从小就没大哥讨人喜欢，娘不疼，爹不爱呢？你这个逆子，还敢提你大哥？娘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啊？就这2个，让你媳妇儿省着点吃，连生了几个赔钱货，倒还金贵上了。得到了实质性的好处，嘴上吃点亏也没什么。毕竟这种鬼天气，能把东西弄到手才是真理。谢谢娘，就知道你还是疼我的。真要是跟这老太太闹翻了，我们一家老小就只能等死了。你以后跟你大哥说话也要客气点儿，不要惹他，毕竟他才是旺儿的亲爹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三弟什么时候学会偷鸡摸狗这一套了？咱们家旺儿可是读书人，将来可千万不要给旺儿丢人才是。大嫂，你说这话怕是不妥吧？三哥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三嫂和几个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吃饭，他从自家拿2个馒头而已，怎么就成偷鸡摸狗了？不就是2个馒头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个饭还不安顺？是不是太冷了？咱们这就点火做饭，吃完饭身上就暖和了。他们这是怕我把他们卖了，先装作不知道，省得越描越黑。你们先吃点，垫垫肚子，饭很快就做好了。肚子好饿，可我又生了个女儿，哪还有脸抱怨什么？千万不能让他看见我哭，不然又要挨骂了。我睡的时间有点长了，三郎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去做饭。你还在坐月子呢，怎么能让你做饭？我已经做好了。家里没什么可吃的了，你将就一下，我这2天想想办法。这是哪来的鸡蛋？从娘那里要来的。你现在身体虚弱得很，需要补充营养才能恢复。这2枚鸡蛋是我目前能给你讨来最营养的东西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，绝不会让你和孩子们饿肚子。我连生了5个女儿，家里怎么可能给我吃鸡蛋？事出反常，莫非她和婆婆有什么打算？难道是真的想把我卖了？我若被卖了，我的几个孩子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她现在可是我媳妇儿，还要什么男女大防？行了，你别哭了。我听说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，你眼睛明亮，万一哭瞎了可就不好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，万一到时候落下病根可就麻烦了。就算他难得关心我是为了把我卖个好价钱，我也得想办法活下去。我还要见我的孩子，绝不能就这么吊死。哎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没人跟你抢，我去把饭给你端过来，你吃完了好好躺下休息。他竟然连提都没变要卖我的事，难道是我猜错了？他没打算卖我。行了，你带妹妹出去玩吧，这锅碗我来洗。
就是小五吗？长得真可爱。可爱有什么用？终究是个女孩子，都怪娘没用，生不出男孩。娘要是能生出男孩来，也不至于让你们几个都跟着受委屈了。你大姐也不会被卖掉。你们几个过来，让娘看看。看着倒是精神。你们有没有吃饭？吃了，嘟嘟好饱。二丫，你告诉娘，咱们刚刚吃的饭是你奶奶他们送来的吗？不是，是爹亲自做的，二丫还帮着烧火了呢。咱们家不是已经没粮食了吗？你爹哪里来的粮食做饭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跟别人借的吧。借的？他什么时候会去借粮食做饭了？罢了，只要不是想把我们娘儿几个卖了就行。天太冷，没条件用尿布，只能委屈这小家伙用草木灰了。晒细一点，总不至于扎伤他。这画面好不真实，就像在梦里一样。我做梦都想要这种温馨的场景，可惜从来没有过。真怕一闭上眼睛，这一切就看不见了。怎么不睡觉？一直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？他这一笑，竟让人觉得像春风拂面一样舒服。薛若薇本是秀才之女，也算得上小家碧玉，只是嫁到秦家这些年，日复一日的搓磨，让她褪去了当年闺阁中的模样，多了一丝生活的沧桑。怎么了？可是想要方便，我去把工程给你拿过来。没有，是你鼻子上沾了灰，我给你擦一擦。这感觉怎么像在跟别人老婆偷情似的？不过既然打算在这个时代安安分分过日子，就得接受这里的一切，包括眼前的媳妇儿和刚出生的孩子。我自己来吧。这辈子有媳妇儿有孩子，也算一种全新的体验。至于钱财家业，靠奋斗总会有的。我一个拥有几千年智慧的人，还能饿死不成？爹出去一趟，你们在家里照顾好娘和妹妹。雪虽停，但家里存粮已见底。秦朗没有空间系统的金手指，想要在这天寒地冻中活下去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凭着原主的记忆进山碰碰运气。不能再往里走了，前面是大型猛兽的活动区域，再走我就要从猎人变成猎物了。这半大崽子估摸着有100多斤，看来我这穿越者还是有些气运在身上的，起码刚出门就有收获，不至于饿死。这里的血腥味太重，一会儿必定会引来猛兽，不能多留。你个小贱人！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你还赖在床上不起？家里一堆活你看不到吗？你不起来干，难道指望我儿子干吗？是三郎让我在屋里待着的，他说外面天气冷，怕我落下病根。生个赔钱货你还金贵上了，薛氏，你早已经不是什么秀才之女了。要不是当初我们家秦朗肯娶你，你早就跟你的爹一块流放了。嫁到我们秦家这么多年，白吃白喝不说，连个带把都生不出来。我给五丫头打听了个好人家，那分妻俩年过40，验了好几个都没成活，就想着先收养个闺女。人家愿意出2斗米和2尺花布作为奶水钱，你赶紧给五闺娘收拾收拾，一会儿我就把孩子送过去。娘，小五他才刚出生，经不起折腾的。您说的那户人家我也听说过，那夫妻俩根本就不是正常人，他们收养了几个孩子都被活活折磨死了。小五再怎么说都是您的亲孙女，您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
人家可是正经人家，人家愿意收养个丫头片子，那是五丫头的福气。你也不看看咱们家都穷成什么样了，五丫头过去是享福的，岂不必在这里遭罪强？给我松手！我都已经跟别人说好了，薛氏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娘，这事儿你不能擅自做主，这是我和三郎的孩子，哪怕是女儿，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少拿我儿子来吓唬我！我们家三郎向来听我的话，怎么会为了你这个贱人跟我这个亲娘翻脸不成？现在后悔也晚了，我已经答应了王婆子。说得对，当初大丫被卖掉的时候，三郎一开始也不同意，最后不还是拗不过他吗？难道我的小五真的保不住了？哭哭哭哭，你就知道哭，真是晦气死了！既然孩子要送人，就麻利点儿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，她要杀了我！儿啊，你回来了。嘿嘿，娘这不是给五丫头找了个好人家吗？离咱们这儿30里有对夫妻，年过40，膝下无儿无女，难得人家不嫌弃五丫头是个女孩子，还愿意给2斗米和2尺花布作为奶水钱。我就想着尽快把五丫头抱过去，谁知道薛氏不识好歹，还哭哭啼啼的，晦气死了。正好你回来了，你就抱着孩子跟我一块送去吧。你又想卖我闺女？怎么卖了我们家大丫还不够，还想把我小闺女也卖了？要不你干脆把我一块卖了得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娘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家里养一群赔钱货，除了浪费粮食有什么用？我本以为他对原主还有几分母子之情，初来乍到想着循序渐进，不想闹得太难看。现在看来，有些话今天必须说清楚了。娘，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没少出力吧？农忙时，全家的地我一个人种；农闲了，我去城里扛大包，给人修院墙，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。住口！我赚的那些血汗钱足够养活若薇他们娘几个了，可您呢？为了供大哥家的秦望读书，您硬是背着我卖了我的大丫。我不是个东西，我没尽到做丈夫的责任，更没护住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我要让大哥一家血债血偿。我以前只知道听您的话，把心血全搭在大哥一家身上，让他们娘几个受尽了委屈。哼！我知道您偏心大哥，可我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难道就因为若薇没生出儿子，您就一点都不心疼我吗？旺儿可是咱们秦家这一辈唯一的男丁，你做亲叔叔的多出点力怎么了？等他将来考取功名，还能亏待你？你家里一窝的丫头片子，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你老了指望谁？还不得指望旺儿给你摔盆打餐？亲儿子我都指望不上，我还能指望侄子给我养老？大哥大嫂活得好好的，旺子的事以后用不着我这个当叔叔的瞎操心。以前是我蠢，现在我醒了，以后我们一家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我的女儿我会自己精心养大，将来他们愿意嫁，我挑个好婆家，不愿意嫁就留在家里。等我和若薇老了，大不了招个上门女婿。秦老三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招上门女婿，外姓人能比得上旺儿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把五丫头给我收拾干净，今天这话我就当你在放屁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谁要是敢私下里动我闺女一根头发，别怪我跟她鱼死网破。您若是真要撕破脸，那咱们就把这些年的账一笔才算清楚。你们欠我的，连本带利都得吐出来。开春还要考童生试，娘要是再敢秦望过了年就要教束修，我就去学堂闹，去县衙闹，我保证让秦望这辈子都进不了考场。赶紧躺下，外面的天太冷，别冻着你和孩子了。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？这天暗地冻的，若是伤了身体，将来受罪的还是你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把小五送人，这些事儿以后都交给我来扛。也许这次我真的可以信他，信他能护住我们母女。娘，你回吧。刚刚我的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大哥大嫂都在，秦望的束修轮不到我操心。将来他若是真出息了，我秦老三也绝不会巴巴的往上贴。哼！
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若薇当年陪嫁的那2箱书籍，你让秦望尽快还回来。什么？你让望儿把那些书交出来？望儿可是个读书人，在县学里全靠着那些书撑脸面呢。脸面？他一个霸占婶婶嫁妆的人，还讲什么脸面？娘，您心里处若本是秀才家的小姐，当初薛家落难，您图人家不收聘礼，还带着孤本古籍做陪嫁，才让我捡了个便宜。秦望能进县学，沾的全是若薇的光。那是肉烂在锅里，都是一家人。当初秦望从若薇这儿拿走书的时候，说的是借，既然是借，就没有不还的道理。那是我媳妇儿的东西，将来是要留给我女儿的，还一个当侄子的霸占着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后把书原封不动的还给若薇，要不然大家鱼死网破。反正我不考功名，也没儿子，我不怕丢人。那也是我的孩子。行了，你走吧，别在这儿吓着若薇和孩子们。疯了！你真是失心疯了！你给我等着！过来，到爹这里来。你们2个丫头站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外面冷，快进屋。我们看奶奶挺喜欢小弟弟的，所以才没敢要。以前都是爹不好，没保护好你们，但是你们放心，以后绝不会了。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你们，一定会把你大姐赎回来。三郎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没骗我们，你真的会把大家赎回来？我说到做到。你现在还在坐月子，先好好休息，别多思多虑。我去给你们做饭，你们3个跟爹去厨房，爹需要你们帮忙。也许未来的日子真的有盼头了。看看这是什么？爹，这是什么？笨蛋二姐，这是野猪，好大一头啊！子牙要吃肉肉。这是爹今天上山打的野猪，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尤其是你们奶奶，要不然咱们可就没肉吃了，懂吗？你们给爹打下手，爹今天就给你们炖肉吃，好不好？好。门外那老太太名义上还是我娘，这时代一个孝字大过天，明着起冲突麻烦不断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主这都比脸还干净，剩下的野猪肉明天得拿去酒楼，看看能不能换点急需的银子。家里除了油盐连点香料都没有，只能用冷水泡半个时辰去腥味了。这半只猪腿够几个长期挨饿的丫头好好补补了。慢点端，小心烫。你们先吃着，爹去给你们娘送饭。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这哪里来的肉？我今天去了一趟山里，运气好碰到了一头100多斤的野猪，野猪腿肉厚实紧致，我把2条后腿留了下来，咱们自己吃，剩下的明天我带到城里找个酒楼卖了，到时候换点粮食回来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没照顾好你们母女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，绝对不会再让你们跟着我受半点委屈。那你今天说把大家赎回来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等我手里攒了足够的钱，就想办法把大家赎回来，还有你的嫁妆，我也一定会替你讨要回来。以后咱们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关起门来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就行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过那些嫁妆都是身外之物，我倒是不在意，只要能把大家赎回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怎么能行？那些书是岳父留给你的念想，是一定要拿回来的。这事你就不要操心了，全交给我。赶紧趁热吃，吃了好好休息。你们怎么不吃？是不是爹的手艺不太好，做的不好吃？不是的，我们在等爹一起吃饭。爹还没上桌呢，我们怎么能先动筷子？多懂事的丫头啊，简直是贴心小棉袄。有这么好的闺女，不比养那些白眼狼小子强100倍。好，爹跟你们一起吃。他的脸庞似乎坚毅了不少，明明还是那个人，感觉却像换了个人一样。睫毛下这一排淡青色，显然是好几天都没休息好了。娘子，你现在还在坐月子，可千万不要惹火，不然我真要干出什么畜生不如的事儿来，你可别怪我。以往在就算行夫妻之事，也只是为了取悦他，应付了事。怎么这会儿对上他的目光，心却砰砰直跳，倒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就是看你脸上有脏东西，想帮你拿下来而已。是吗？我记得自己临睡觉之前是洗过脸的，难道是我没洗干净？是什么样的脏东西要娘子的手在我脸上来回的抚摸？难道娘子不知道临睡觉之前的男人是经不起撩拨的吗？你是不是睡不着？大概是白天睡多了，晚上睡不着。三郎，这2天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我生了个闺女，你不仅没有怪我，还愿意好吃好喝的照顾我。什么闺女儿子的，只要你们母女平安，比什么都强。以前是我魔怔了，总觉得儿子能传宗接代，可是就咱们家这条件，祖祖辈辈都穷得这么稳定，要儿子有什么用？咱们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，咱们把几个女儿抚养长大，给他们找个好人家，等将来老了，也不用费尽心思的给他们盖房子娶媳妇儿了。所以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的要儿子呢？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，
好好把孩子生下来，好好照顾他，这就够了。三郎，你可不要乱说，什么有没有皇位要继承的，这话可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敢胡乱说的。我爹就是考场上犯了陛下的忌讳，才被发配到北疆的酷寒之地的。哎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乱说了。你放心，我在外人面前肯定会谨言慎行的。别哭了，月子里哭伤眼睛。咱们俩关起门来说的话，谁会知道？除非有人躲在咱们床底下。咱们家小五现在出生了，是不是该给孩子起名字了？还有前头那几个丫头，一直都没有正式的名字，总是丫头丫头的喊着。既然她们是我秦郎的闺女，就得活得堂堂正正的。趁着这回，一块把几个孩子的名字都取了吧。都听三郎的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，这名字你来取吧。你容我想想，这一时半会儿的，我还真想不出来。你是读过书的，又是孩子的娘，咱俩一起想吧。三郎，我这会儿脑子里乱哄哄的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。我这里倒是想了几个名字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他一天学堂都没进过，无非是些花草草之类的。舒月、舒云、舒云、舒瑶、舒芷、舒宁，希望将咱们闺女过怎么舒产、安逸、从容，更希望她们能身心自由，无拘无束，生活顺累，心境平和，远离烦恼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或者觉得不合适，我还可以再想其他的。不好听，我觉得这名字特别好听，只是这名字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我记得你并不识字啊。嗨，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不识字，就是没正儿八经的上过学堂。以前咱们村里有个教书先生，我经常往他家里跑，也跟着学过几个字。再加上秦望那小子去县里上学之前，整天在家知乎者矣的显摆，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，记住几句不也是很正常的吗？媳妇儿，以后你教我认字吧，多学点知识总归是好的，将来出门也不怕被人骗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嫁个门当户对的读书人。没想到他到了这把年纪，竟然还有这份向学的心气。要是在现代，作为理工男不到早上7点，我是绝对起不来的。可在这古代的寒冬腊月，晚上除了早早睡觉，还真是啥也干不成。真没出息！今天我要去趟城里，把剩下的野猪肉卖了。等我回来，给咱们家小五买几片尿布。虽说这草木灰不红屁股，但是毕竟不卫生，尤其是女孩子更应该注意点。还是买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吧。家里的其他几个孩子都要过来，咱们家这个你放心，我肯定会优先买些粮食回来的。我今天早晨我多做一些，中午我若是回不来，你就让二丫把饭热一热。你是产妇，受不得饿。咱们家的几个丫头长得真漂亮，不过女孩子要讲究卫生，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才好。爹，昨天我和你们娘商量了一下，想给你们正式起个名字，二丫以后叫舒云，三丫叫舒瑶，四丫叫舒芷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听？舒云这个名字好好听，像天上的云朵一样。爹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以后村里人就不会二丫的喊我了。二丫，以后你就叫舒云。舒瑶，舒芷，好听好听，我们喜欢。爹，您给大姐和小妹取名字了吗？她们叫什么呀？你大姐叫舒月，你小妹叫舒宁，你们的名字里都有个舒字。爹希望你们一辈子能活得舒坦随心。这张南县原名平原县，几十年前大饥荒，青壮逃难，满城老弱，朝廷派官无人愿往，唯有一名叫张南的官员主动请邀来此做县令。他历经图治几十载，帮百姓重整家园，却因积劳成疾，不到50岁便与世长辞。百姓感见其恩，自发将县名改为张南。朝廷亦莫以表彰。时至今日，张大人的传说仍在这片土地流传。纵然张大人拼全力，时代就不错了，怪不了事。哎，吃麦了！要回来吃麦头了。真热闹，简直跟后世农村赶大集一样淳朴，生活还是挺美好的。
哥，客官，秦朗。哎，客官，您是要吃饭吗？咱们这儿最便宜的一碗面要20文钱。小二哥有理了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卖野味的。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山里的货？原来是卖野味的，这个咱们酒楼倒是收，就是不知道你这货好不好。这猎物是昨天才从山上搞下来的，我已经若是需要，可以先验验货，要是合适你们就留下，不合适我就带走，再去别家问问。行，那你跟我到后面来吧。让你带浴场吃的好人们。陈师傅，这个人说有野味要卖，您可以看看货。这野猪的内脏和血水我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剩下的可都是好肉。罢了，我先把这野猪处理一下，晚上给你做一顿好吃的。既然你都大老远送过来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虽说是缺了2条后腿，但是内脏和血水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你也处理掉了。我们四海酒楼做生意向来诚信公平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5文一斤的价格，你看如何？陈师傅，您看这大冬天的能打到头野猪不容易，况且我可是把内脏都清理干净了的，这个价格是不是太低了？我们都是庄户人家，打头野猪也不容易，您价格再给的高一点。虽说你说内脏是清理干净了，但是2条猪后腿你也留下了呀，那可是整头野猪最精华的部分了。算了，我看你这大冬天的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8文一斤，不能再高了。谢谢陈师傅，以后我若是打到好的野味，还送到你们酒楼来。62斤，一共是1736文钱，你跟着店小二去找掌柜的拿钱去吧。多谢陈师傅。您这是？多谢小二哥了，要不是小二哥帮忙引荐，我这野猪肉怕是卖不出去。以后再有这样的生意，还得劳烦你多多帮忙呢。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您就不要跟我客气，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。若是换成旁人，看我穿的这么破破烂烂的，肯定早就把我赶出去了。但是您还帮我引荐陈师傅，我叫秦朗。不瞒您说，家里媳妇刚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虚得很，急需一笔钱，您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好，我叫9两。这位小哥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城口围着这么多人？我们县太爷请了戏班子，后天要在土地庙门口唱大戏呢。是县太爷家中有什么喜事吗？那倒不是，咱们县太爷说了，今年风调雨顺，多亏了土地爷的保佑。前几天又刚下了一场大雪，这叫瑞雪兆丰年，是个好兆头。希望来年能更加风调雨顺，百姓和乐平安。有人流量就有市场，若是能趁机做点小买卖，定能度过眼前的危机。爹，您回来了。云儿，大冬天的这么冷，谁让你在外面洗衣服的？你年纪这么小，冻伤了怎么办？爹，我没事儿的。你这丫头怎么回事？爹走的时候是怎么交代你的？只要照顾好你娘，看好妹妹们就行了，这些活不用你干。三郎，你别生气，这些衣服都是大嫂拿过来的，说是下雪天他们不能进山找吃的，也不能在离家里闲着吃干饭，就把大哥和他的脏衣服都拿过来让闺女们洗。赶紧吃吧，这是爹从县城买的肉包子，一路用油纸包着，还是温的。看你娘干什么？赶紧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既然是爹买给你们的，就赶紧吃吧。你也吃，这几天天天都是米粥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三郎，别光顾着我们，你也吃。我在县城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娘几个先在屋里待着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老大家的，这火炉里的火烧的还旺着呢，你省着点吧，家里的柴火可不多了。等我大孙子秦旺回来，还要天天沐浴洗澡呢。知道了，娘。旺儿在县学读书辛苦，大冬天自然是要天天沐浴更衣的。娘，只是一些柴草而已。现在天气这么冷，咱们要是不用柴草，可是要冻死人的。等将来咱们家旺哥考取了功名，这点柴草算得了什么？到时候咱们就烧那金银丝的红罗炭，
您到时候可是咱们家最尊贵的老太君呢，何必在乎这点柴草？老大家的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不过那也是将来的事儿了。现在咱们家为了供旺哥读书，都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，能省点还是要省点好。年后旺哥学堂里还要浇树坟呢，你这当娘的也得上点心。娘，这些柴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您回头让3弟和5弟上山再去砍点就是了。大嫂，你倒是慷他人之慷。这么冷的天气，你咋不让大哥上山去砍柴呢？合着就我和三哥是大冤种是吧？老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大嫂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让你干点活你还委屈上了，将来等我们家旺儿考取了功名，还能忘了你这个五叔不成？你年轻力壮的，干点活怎么了？别这么斤斤计较。大嫂，你要真这么说，咱们可得好好掰扯掰扯了。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和三哥干的，什么好事秦旺在学堂里读书前后加起来也有7、8年了，到现在连个童生也没考上。真要等他当上官老爷，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，估计爹娘早就埋土里了。要我说，这学还不如不上呢。咱们一家子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二姐早嫁了出去，只为了换那点彩礼。四哥因为娶不上媳妇儿，入赘到了贺家，我至今都没娶上媳妇儿。最可怜的就是三哥，为了这个家出钱出力，当牛做马，毫无怨言，连自己的女儿都卖了。三嫂还在坐月子，连口吃的都没有。就这，你还成天指桑骂槐的？谁让你三嫂知道你有怨言，吩咐你在这里打抱不争气，一连串生了5个闺女。但凡他能有个儿子，也不会指望我们家旺儿养老送终。大嫂说的对，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犯蠢，放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疼，却去疼一个外人，是我活该。不过以后不会了，我早就跟娘说过，以后秦旺的事情跟我无关。你个逆子！你们别想再从我身上吸血。还有，秦旺从我媳妇那里拿走的书籍和孤本，半个月内统统给我还回来。要不然，我不介意亲自去趟县学。老三，你够了！秦旺是你亲侄儿，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不就是用了弟妹几本书吗？你又没有儿子，那些东西留着也没用，还不如给旺儿撑神面呢。素娘是你大嫂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说话？你简直目无长辈！我的天爷哟，这是干什么？老三，你发的哪门子疯？这么冷的水怎么能浇到你大哥身上呢？这要是得了风，还不是要花钱吃药？娘，你疼我要是有我大哥半分，我也不至于把这盆水浇到他身上。你不心疼我也就算了，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。但是你心疼你的大儿子，我也心疼我的女儿。他们凭什么大冬天的指使我闺女给他们洗衣服？真把自己当老太爷了是吧？老三呐，不就是洗个衣服吗？以前你家的那几个丫头不是也常干吗？你就算不愿意，好好说就是了，何必发这么大的火？再怎么说，他们也是你大哥大嫂。我知道你的心一直都是偏的，讲什么大道理你也听不进去。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，那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，以后你们家的事情，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：以后谁敢祸害我女儿，我就让他加倍偿还。还有你们俩，别想着在背后搞什么幺蛾子，要是被我发现了，我都算在秦旺头上。到时候他要是读不了书，我看爹娘还会不会这么偏心。三哥威武啊！老五，你闭嘴！你在这里瞎起什么哄？老三，爹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家只有旺哥一个男娃，他是全家唯一的指望，家里出一个读书人不容易。年后旺儿就要考童生了，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闹出什么幺蛾子，要不然你如何能对得起咱们秦家的列祖列宗？这个家平时都是老太太出面，真正做主的却是精明的老爷子，现在场面失控了才出来打圆场。既然要把话说清楚，我今天谁的面子都不给。既然爹知道这么多年我受委屈了，就该想方设法的弥补我，而不是让我像以前一样继续受委屈。能不能对得起秦家的列祖列宗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媳妇和女儿。说过的话我不想再重复，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拿回若薇陪嫁的那些书籍，还有以后你们谁再欺负我媳妇孩子，我跟谁没完。当初你们嫌弃若薇连生女儿把我们分出去，那年后咱们就正式分家分地。这么多年的家产，我为家里当牛做马置办了不少，家里的钱和物我至少要拿1半，取乎其上得乎其中。我要是不狮子大开口，怕是连分家都难，更别提分家产了。老三，你口气也太大了吧！你二姐出嫁了不算，咱们家弟兄4人，你自己就要1半，你也不怕撑死？分。
老爷，大哥大嫂这么多年趴在我们兄弟身上吸血都没被撑死，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怎么就能撑死？当初老四被迫入赘，大嫂可是敲锣打鼓恨不得断绝关系呢。这些年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我和老五干的，你和大哥不是腰疼就是腿疼，早早过起了养尊处这个家要你们一份。我是你大嫂，现在还不是？我给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孙子，就是家里最大的功臣。当初我为了生男丁坏了身体，再也不能生了。你们如今见我没用了，都来欺负我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你这么能装，何该到南曲班子里去唱戏，必定是个角儿。收起你的神通吧，我不吃这套。你生的是自己的儿子，延续的是你的血脉，别什么都往别人头上扣。不想让我再说难听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哎呦，老大，你赶紧回屋去换身衣服，一会儿墨要冻坏了，不然还得花钱。老头子，老三不会来真的吧？他要是真分家撂挑子不干了，可怎么办？地里那些活可全指望着他呢。老三一向懂事听话，估计是他媳妇儿又生了个闺女，他心里憋着气。你以后别太区别对待了。老三媳妇儿还在坐月子，你做婆婆的多少上点心，让老三感受到咱们重视他。他进门这么多年都没生下个带伴的，没赶出去就不错了，还让老娘上赶着伺候考得美呢。让你去就去，怎么这么废话？要是哄不好老三，他真撂挑子不干了，你指望我这老胳膊老腿下地干活吗？我这招谁惹谁了？凭什么都朝我发火？三哥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终于学会反抗了。肉包子可真好吃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呢。要是以后顿顿都能吃上肉包子，那可就太幸福了。咱们家穷，你爹好不容易买了几个肉包子，自己都没舍得吃，你这丫头解解馋就行了，做梦也不敢想这么好的事儿。谁说做梦都不敢想这种好事？不就是肉包子吗？你们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爹就能让你们天天吃上。好耶，天天吃肉包子了。三郎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刚刚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，就是把他们的脏衣服还给他们。若薇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之前是我亏欠了你，已经造成的伤害，无论我说什么都弥补不了。但是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娘几个受委屈了，你自己也要支棱起来。咱们把态度摆正，将来咱们不靠他们吃饭，就算秦望功成名就，真做了官老爷，跟咱们也没关系。你不必害怕他们，更不用卑躬屈膝，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一切有我呢。他终于说出这句话了，这么多年秦家人的白眼我真是受够了。可是他不会只是一时兴起吧？三郎，秦望可是秦家唯一的男离，我倒是不怕，大哥还是怕因为这事伤了爹娘的心。你不用有这个顾虑，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等年后开春咱们就分家，各过各的。父母再不分家，可是要被村里人戳脊梁骨的。三郎，你没必要为了我们做到这个地步。都说家和万事兴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被人骂。所谓家和万事兴都是有前提的，父爱则母敬，母敬则子安，子安则家和，家和万事兴。若薇，凡事都有因果，父慈才能子孝，一味忍让，不管父母对错照单全收，那是愚孝。你可千万别因为跟着岳父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迂腐了。这样有深度的话，真的是那个憨厚老实的秦朗能说出来的？难道被夺舍了？不管怎样，现在的他就是我理想的丈夫，就算不是，我也愿意一辈子将错就错。三郎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那半头野猪这么值钱吗？野猪肉28文一斤，咱那半头足足60多斤，卖了将近2两银子。你刚生完孩子，这鸡蛋给你补身子，这白布给小五做尿布，这花布等你出了月子，给几个丫头每人做身新衣服和新鞋。等出了月子就做，正好也快过年了。你们刚吃了肉包子，只能再吃1块糕点，吃多了肚子受不了，剩下的我放你们娘这儿，想吃了再要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居然忘了今天是咱们家小五的喜三礼。虽然条件不允许，但仪式感绝对不能少。喜三礼，这要请福婆或者我娘家人来主持的，你知道的，我爹娘他们还远在北疆呢。不用请什么福婆，咱们自己给孩子洗。你等着，我去准备东西。
暖和了，冻不着咱们小五。来，准备开始洗三，小心点。把咱们准备好的铜钱和彩线放进来吧。一喜聪明伶俐，二喜福寿绵长，三喜百病全消。滚灾滚灾，灾难滚开。宝宝聪明，健康常在。滚滚额头，鸿运当头。滚滚手心，得心应手。滚滚脚心，步步高升。怎么？难道是我做的不对？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，没什么经验，你可不要笑话我。三郎，我没笑话你，我只是觉得你认真做事的样子格外的好看。这原主的皮囊倒是不差，跟后世的我7、8分像，就是太沧桑了。不过能听到老婆这么夸，心里还是挺受用。行了，赶紧把孩子包起来吧。天冷，别冻着。爹，鸡蛋，吃鸡蛋。这个鸡蛋刚刚已经替小五去过胎毒了，可不能吃。吃。鸡蛋好吃，思雅要吃。看，爹没骗你吧？这鸡蛋真不能吃。你若是想吃，等吃饭的时候爹给你煮一个好不好？好，吃饭吃鸡蛋。好，那我们吃饭。行啊，老三，真是翅膀硬了。你老娘我10天半个月的都舍不得吃上一个鸡蛋，现在连个臭丫头片子都能吃上鸡蛋了。你说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？我原以为你是个憨厚老实的，没想连你也跟我玩心眼儿。我能挣多少钱，娘心里不是最有数的吗？你这是跑来兴师问罪的吗？难道买鸡蛋的钱是我上次给他的那2个鸡蛋省下来的？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娘是怕你乱花钱。老三呐，你可千万不要藏私房钱，我是你亲娘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你赚的钱都交给我保管，我替你攒着，等将来你有了儿子，娘也不会亏待你的。这几个不过是丫头片子，哪有资格吃什么鸡蛋？娘给你那2个鸡蛋可省着点吃。那娘今天来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您要是来说风凉话的，现在已经说完了，可以走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娘这不也是关心你们吗？虽说薛氏生的又是个丫头片子，但好歹也是我秦家的血脉，我是做婆婆的，也不能跟一个小辈计较。你们家也没什么粮食，从今天起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薛氏的，我们他们娘几个就吃什么，省得将来你们埋怨我这老太婆偏心。老太太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？肯定是刚吵完架来表面示好的。不过后天我要进城做生意，留他们娘几个在家，总得有个吃饭的地方。只要有口饱饭，大不了我私下再给他们开小补身子，那就多谢娘了。你不用担心。我刚刚才去老宅那边闹了一场，他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对你们娘贾阁怎么样的。而且我为家里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，他们照顾我的妻女也是应该的。你让娘照顾我们，那你呢？若薇，我现在手里没什么钱，想要给你们娘几个一个安稳的日子，得想办法挣钱。本来我是打算等你出了月子再想办法的，但是你月子里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，爹娘肯定是不愿意出这个钱的。我今天去城里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县太爷请了戏班子，在土地庙前唱大戏，到时候看戏的人肯定多。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做点小生意，也就几天时间，我怕错过了这几天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我知道老太太肯定对你们娘几个不会很上心的，最多能管你们几个温饱。不过米面和鸡蛋我已经买好了，你们要是吃不下娘那边送来的饭食，就自己做点，等我回来给你们加餐也行。三郎第一次做生意，我还在坐月子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个银簪子是我娘当年给我的陪嫁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拿去换点银子做个本钱吧。若薇，谢谢你。好看，咱们若薇戴上这发饰，果然有富家小姐的气势。我是让你拿去做生意用的，你怎么又戴在我头上了？这是你娘留给你的唯一物件，你平时都舍不得戴，我怎么能拿去做生意呢？再说了，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会用媳妇儿的嫁妆。若是要卖了你娘留给你唯一的银簪子去做生意，那这生意我宁愿不做。你放心，等我赚钱了，我给你买各种各样的首饰，让村里的小媳妇儿们都羡慕你。可是你不是要做生意吗？总得要有个本钱。喏，卖野居肉的银子还没花完，拿这些做本钱足够了。明天我就进城采买一些摆摊需要的东西。这猪下水真够腥臭的，不过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想活出个人样，总得付出代价。爹，是要拿这些猪下水去做生意吗？是啊，
等爹赚了钱，就给咱们舒云买漂亮的衣服穿，好不好？我不要漂亮的衣服，只要咱们一家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。好，咱们一家会平平安安的。等爹去城里做生意了，家里可就全指望你了。你要照顾好家里，照顾好你娘和妹妹们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家里的，也会照顾好娘和妹妹他们的，绝对不会让大伯母和奶奶欺负他们的。好，有咱们二丫保护你娘和妹妹们，爹就放心了。师傅，再来一口水锅多少钱？腿锅得2两银子。那就拿这个炉子吧。赚来的钱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，这摆摊计划必须顺利，不然一大家子都要跟着我喝西北风了。香，真香！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！三郎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怎么这么香？尝尝我做的卤煮火烧。卤煮火烧？我新研究出来的，你帮忙拿味儿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这味道真是绝了！我也是第一次做，你喜欢吃就好。我觉得味道特别好，你要是去街上卖，生意肯定特别好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怎么样，吃饱了吗？要是没吃饱，我再给你盛一碗。锅里多的是，我打算拿这个出去摆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客人会不会喜欢？吃饱了，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客人喜欢的。这个卤煮火烧太好吃了，比那些大酒楼的菜品也不差。你早说是拿出去摆摊的，我就不吃了，这样还能多卖点。咱们自己家卖的东西还能少得了自己吃吗？你可别抠抠搜搜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进城，不然一会儿娘来了，我又得费劲解释一番。摆摊可没电视里演的那么简单，要是准备不齐全，到了城里冷锅冷灶的，大冷天可没人愿意买账。想一炮而红，就得下点本钱。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好像是肉的味道。这地方这么偏僻，该不会是哪个酒楼的来摆摊了吧？不可能，咱们县城的酒楼我都去过，可煮不出这么香的肉味来。奶奶的，看个戏都不让人安生，这戏还怎么看得下去？小哥，你这卖的是什么吃食？怎么这么香？我这个叫卤煮火烧，里面都是肉，搭配白面做的饼子一起吃。你这卤煮火烧怎么卖的？单要卤煮8文钱一碗，加火烧10文钱。客官要不要来一份尝尝？有肉有面，还可以放点辣子。这天气吃了保管浑身暖和。那你给我来一碗，再给我加个火烧。好嘞。给我来一碗，加一个火烧。给我也来一碗，要火烧。我也要一碗，多给我放点肥肠，再放点辣子。这鬼天气冷得很，吃点热乎的暖暖身子才能继续看戏。钱在这儿啊！多谢诸位，多谢帮忙。诸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第一天摆摊，火烧做的有限，已经全卖光了。后面大家再买的话，只能单买卤煮了。来火烧也来一碗。嘿嘿，今天可赚了不少，差不多得有3两多银子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
这大戏只需要唱上几天，我就能赚不少钱。嘿嘿，兄弟，买肉啊！咱这猪都是今天刚杀的，新鲜的很。您看您是要肥肉还是要五花？我价格给您算便宜点。老板，你这儿有没有猪下水？多少钱一副？10文钱，倒是挺便宜的。看来那些古代小说和短剧里演的是真的，古代的猪下水简直跟白送一样，这下可发财了。大兄弟，这大白天的，你莫不是在做梦吧？一副猪下水10文钱，跟白送你有什么区别？虽说这猪下水腥臭，清理起来也麻烦，但毕竟是肉，一副加起来也有好几十斤呢。你给10文钱是诚心来找茬的吧？你要是真心想要，就按市场价来，一副5两银子，少1文都不行。不卖就不卖嘛，干嘛说话这么难听？我问你价格你不直说，伸出10个手指头，谁知道你什么意思？大兄弟，我说的是100文，我这是一整副猪下水，哪有10文钱的道理？这人看着挺实在的，怎么净跟我开玩笑？你若诚心想要，我给你个实在价，80文一副，不能再少了。行，80文就80文，不过我要新鲜的。好嘞，大兄弟你放心，咱家这猪下水新鲜着呢，都是今天的货。老板，明天若是有新鲜的猪下水，你还给我留着。好，大兄弟放心，明天杀了猪，我还给你留着。哎，这年头药材是真贵，就这几包去腥的香料就花了我300文，不过好在能用上一阵子。不行，咱们在家里等着爹。爹昨天说了，他出去做生意，咱们得照顾好娘和妹妹。既然已经答应了爹，就不能反悔哦。咱们二丫果然长大了，有做姐姐的风范。爹回来了！爹，你回来了！听娘说你一大早就进城去做生意了，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赚到钱？放心吧，咱们家的生意好着呢，我今天准备的货都卖光了。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爹，这糖葫芦是买给我们吃的吗？当然是买给你们吃的，拿着吃去吧。不过吃的时候要注意点，千万别把糖沾弄在衣服上了。现在天冷，你们又没有换洗的衣服，弄到衣服上很难清理的。怎么，你们不喜欢吃？不应该啊！难道这古代的小孩不喜欢糖葫芦？我们喜欢吃，谢谢爹。不过第一口应该让爹先吃，您出去忙活了大半天，辛苦了。这古代的糖葫芦怎么连籽都没去，能酸掉人的下巴？行了，你们吃吧，爹不爱吃糖葫芦。尝一尝就行了。三郎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又给那3个丫头带好吃的了？给他们每人带了一串糖葫芦，你现在还在月子里，不能吃。你要是喜欢，等你出了月子，我也给你买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吃什么糖葫芦？好，我是怕你把那几个丫头惯坏。你不知道，你今天不在家，他们3个围着我问的最多的就是爹什么时候回来。我是他们的亲爹，自然得疼他们。这女儿就要娇养，咱们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，这样长大了才不会被那些臭小子的花言巧语和蝇头小利骗走。咱们小五今天有没有闹人？乖得很，除了饿了和尿湿了会闹，其余时间要么睡觉，要么睁着眼自己玩。这是今天赚的银子，我还没来得及细数，大概有3两左右，都交给你保管。这也太多了吧，就1天时间赚这么多，要是摆上几天摊，咱们岂不是要发财了？其实不算多，本钱还没算进去呢。炉子、木炭、面粉、猪下水这些都是成本，不过就算刨去这些，也还能有2两银子的结余。咱们这是赶上县里涨大戏了，客流量大，等大戏结束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生意了。三郎，你真要把这些银子都交给我保管吗？那是自然，你是我娘子，赚的钱交给你保管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些钱你先攒着，我说过，等攒够了钱，咱们就去把大丫赎回来。快的话，等大戏结束，这银子就能攒够。好，这些银子我先收着，等攒够了钱，咱们就把书月赎回来。也不知道那丫头这2年过得怎么样。原主造的孽，这锅也只能我来背了。那个，明天还要做生意，我先去院子里把那些猪下水清理干净，你好好休息。
想跟老宅那边彻底划清界限，谈何容易？大圣王朝以仁孝治国，无故分家断亲可是重罪，现在连生存都是问题，这事只能从长计议了。原来三哥在家呀，我来给三嫂送饭。刚从城里回来，外面冷，我去给你三嫂送进去吧。起来吃饭吧，五弟给你送饭来了。真是麻烦五弟了。三嫂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和三哥是家里对我最好的人了，我不过是给你送个饭而已。本来我想让娘单独给你做点好吃的呢，毕竟你还在坐月子，身子虚弱。可恨的是大嫂一直在娘的耳边哭穷，说家里还要给秦望准备数分，娘一向听她的，连个鸡蛋都舍不得给你吃。没事，娘能给我碗吃的就已经很好了。哎，行了，老五，爹娘一向偏心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三嫂跟着我受委屈的。真是奇了怪了，就咱们家这清汤寡水的伙食，三嫂怎么养出这么好的气色？嘿嘿。三哥，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。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，什么都听爹娘的。可是爹娘偏心大哥大嫂呢，有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们。你看这次分家，什么都没捞着。秦望这些年读书更是掏空了家底，我也希望咱们家能出一个读书人，光宗耀祖。可是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儿。你瞧大哥大嫂那个态度，一副鼻孔朝天的模样，眼里哪还有咱们兄弟几个？你那时候还没有秦朝。我娶不上媳妇儿也就不说了，毕竟人家姑娘就算嫁到咱们家，也是来受委屈的。四哥为了娶媳妇儿都被逼得入赘了，还有你，为了秦望读书，把大侄女都卖了。可是最后咱们也不见得有什么好下场。三哥，我知道这些话不该说，但你总要能分得清远近亲密。几个小侄闺女到底是你亲生的女儿，总比……你说的这些话，三哥都明白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以前是我太过愚孝，办事糊涂，以后不会了。三哥这话以前也说过，可每次都做不到。但我在这家里人微言轻，要想以后能娶上媳妇儿，有个热炕头，只能拉着三哥一起对抗大房了。希望他这次是真的明白了。老五这点小心思无伤大雅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为自己考虑才正常。光靠我一个人对抗老太太和老大一家不够分量。为了若薇和几个小丫头，我必须在家里拥有话语权。老五就是最坚固的支持者。老五，三哥这2天在城里做点小买卖，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一起？三哥，你能做什么买卖？我在卖卤煮火烧，是我新研制出来的一种小吃。我今天去摆了1天摊儿，生意还不错。三哥知道你刚刚那些话都是为了我好，从小到大咱们哥俩感情最好，有什么好事儿，三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爹娘偏心，大哥大嫂又是那副德行，就算秦望将来真的考取了功名，怕是也轮不到咱们跟着享福。三哥没什么大本事，给不了你远远大的前程。不过三哥承诺，等将来赚到钱了，就给你娶个媳妇儿，怎么样？许父做梦都想，家里有点钱全给秦望读书了，谁会想这点？还是三哥心疼我。好，三哥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，我听你的，跟你一起干。只是爹娘那边要怎么说，他们早晚会知道的。无妨，知道就知道，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办法。那就好，需要我做什么，三哥你尽管吩咐。你不用紧张，咱们就是摆摊做点小生意。你明天早点起，帮我一起准备摆摊的东西，然后咱们到城里去售卖。你帮着洗洗碗筷，收收钱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。娘要是问起来，我就说跟你到城里找活干去。老大家就送来这点饭食，怎么可能吃得饱？馒头先凑合一下，得给若薇和孩子们做点好吃的。谁家炖肉呢？怎么这么香？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的家里日子过得这么好，背地里偷偷吃肉。等将来我们家旺儿考取了功名，做了官老爷，我顿顿吃肉，
连家里的狗都安排上。陈氏，你站在院子里自言自语的干什么呢？娘，我这不是刚吃完饭，在院子里消消息吗？也不知道谁家在炖肉，香得不得了。娘，咱们家也很长时间没吃过肉了，要不明天去城里买点肉打打牙祭吧？吃肉？你想屁吃呢？望儿年后学房里还要教书缝呢，你倒好，我俩却还想着吃肉，收起那点小心思。行了，赶紧去屋里把碗筷收拾了，把锅刷干净，别一天天懒得就差拉裤裆里了。家里的活都堆成山了，你连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娘，我一会儿就去收拾。我看三弟妹生完孩子也休养了好几天了，生个女娃娃哪有那么娇气？要不从明天起就开始让她干活吧。再不济，三弟家的二丫也行，总不能让他们一家子吃白饭吧？要是放在以前，我就同意了。可老三前2天刚闹了一通，老头子也发了话，不让搓磨老三家的。我现在要是变卦，老三怕是又要跑来跟我闹。陈氏，让你去干活你就去干活，你少在这里攀扯他。虽说他生的都是丫头片子，但那也是我秦家的种。别以为你能好到哪里去，进门这么多年就下了一个蛋。要不是因为旺儿有出息，你以为你在家里能讨到什么好？你也别什么都指望着老三家的。让你干点屁大的活，你在这里磨磨唧唧的，数蜗牛的都比你麻利，你揣着劲儿留着过年呢。我这就去。也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这么败家子，大晚上的炖什么肉，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。爹娘，我三哥说了，让我明天跟他一起去城里干活。我先跟你们说一声，你们明天不用做我的饭了。干什么活？一天能给多少工钱？哎呦，这大冬天的还能找到活也不容易，还得是你三哥事儿啊！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家兄弟，反正他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娘，三哥好不容易找了个活，也不是谁都能带的，他能带上我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具体一天能给多钱工钱我也不知道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大冬天的很少有主家愿意雇人干活，人家能管顿饭已经很好的料。你大哥也没你说的那么无用吧？秦超说的对，赚不赚钱的先不说，这大冬天的家里地里还要养着这一大家子吃饭，若是能少2张嘴吃喝，能一天管上不3顿饭也是划算的。你来的倒是挺早的。三哥，不瞒你说，得知要跟你做生意，我是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。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做过生意呢，反正也睡不着，还不如早点过来给你帮忙。三哥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？那你去烧火吧。三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把猪下水放锅里干什么？这玩意儿又腥又臭的，像咱们这种常年吃不到肉的穷苦人家，偶尔尝一尝还行。你该不会要把这玩意儿拿出去卖吧？会有人买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猪下水我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，经过我的独家秘方卤煮之后，比猪肉还好吃。等会儿做好了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你先尝尝味道如何？等会儿卤好了下水，把这饼子泡到汤里，那才好吃呢。三哥，这味道也太香了吧！这真是猪下水做出来的？你刚刚不是亲眼所见吗？这还做得了假？这会儿不嫌弃猪下水又腥又臭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许多食材只是闻起来臭，但是吃起来很香，比如臭豆腐。臭了的豆腐还能吃？吃坏了肚子怎么办？古人果然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放在后世就没有不能吃的。看来我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大把施展拳脚的空间。当然能吃了，你呀，以后就跟着三哥混吧，我保证你能吃到许多你以前没吃过的美食。你先吃着，我去给你嫂子送一碗过去。你先吃点垫垫肚子。我在锅里给几个丫头留了火烧，让他们饿了吃，没给他们留卤煮，主要是怕被人知道了他们守不住。我又不在家，万一他们因为这点吃的受了委屈，连个给他们做主的人都没有。三郎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几个孩子的。居然是庙会，还有唱戏的。三哥，你从哪里找了这么好的地方？我也是有次进城偶然得知的。这场大戏是县太爷为土地庙的土地爷请的，昨天才第1天，戏班子大概能唱个5、6天。那我们要在这儿待5、6天吗？当然热闹，人这么多，不转个盆满钵满怎么能回去？行了，你也别光看着了，来帮忙搭把手。所以这几天我们得抓紧时间。昨天我带的卤煮火烧都没够卖的，今天看看情况，若是再不够卖，明天就得加量。老板，给我来碗卤煮火烧！你们家这卤煮火烧做的真是太好吃了，又入味又管饱。昨天吃了一碗，我一晚上都在回味。今早我连饭都没吃，特意来等你们家的。哟，承蒙您看得起，捧场咱们家的生意，我这就给您做。今天您是第一个来吃咱们卤煮火烧的客人，我给您多放点肉。您要不要辣子？要，多放点辣子。你们家做的这个辣子也好吃，香而不辣。您拿好。天气吃点辣的，冒一头汗，更加暖和。三哥也太厉害了吧！平时那么老实木讷的人，做起生意来简直像换了个样。三哥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
这事儿也没什么难的，熟能生巧。昨天忙活了一天，你也可以的。我就知道三哥最厉害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多谢大家捧场，今天的卤煮火烧已经全部卖完了。你们若是有想吃的，就明天再来吧，我们明天还在这里摆摊。老板，你们能不能多做一点啊？你们家这香味能飘好几里地。感谢诸位的捧场，您这话是对我们家卤煮火烧的认可。只是这猪下手极难清理，我必须保证所有的食材都干净卫生。咱们家用的是秘制卤料方，里面放了许多珍贵药材，不仅好吃还滋补。每天能做出这么多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今天回去我尽量多准备些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哟，大兄弟，你真来了！我今天有2副猪下水，你能不能都吃得下？要是你全要了，我再给你便宜10文钱。那我要了。之前说好1副80文，现在2副只要150文。趁着庙会人多，赶紧多赚点，辛苦点也值了。行，这2副猪下水我都要了。不过老板，你能不能送我一些大骨头？拿去拿去。三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你今天的工钱，跟着我忙活了一天，辛苦了。三哥，咱们是亲兄弟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赚了钱要给我娶媳妇吗？三哥，你不会变卦了吧？你说话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丫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儿，我也心疼他。当初娘要卖了他给秦望交10封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，奈何咱们2个都人微言轻的。唉，行了，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了，只要咱们好好干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。你相信三哥？三哥，只要你想着将来给我娶个媳妇儿就行了，这工钱我就不要了。亲兄弟明算账，给你就拿着，你放心，三哥答应你的绝对不会变。三哥，这钱就先在你那里存着吧，我拿回家早晚也是被娘和大嫂他们要走，放在你和三嫂那里我放心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就先放在我这里。你什么时候想用钱了，随时来我这里取。五叔，你们回来啦！怎么样？今天在家里乖不乖？我们很乖的，我刚刚帮着娘给五妹换了尿布，而且我们一天都没出门，一直守着娘和妹妹。那你们今天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早晨奶奶送来了2个窝窝头和1碗糙米稀饭，娘说她不饿。你们要是饿了，就自己煮点饭，米缸里有爹从城里买的糙米。爹，我怕家里冒烟，被奶和大伯母他们发现了。这是爹从庙会上买的，你们拿去分着吃吧。我就说怎么总感觉这几个丫头最近活泼了不少，原来是被三哥宠的啊。她们是我闺女，我自然要宠她们了。这养闺女不比养儿子，一定得给她们富足的生活，将来才不会被别的臭小子几句花言巧语和一些小恩小惠给骗走。行了，你先把车上的猪下水和白面搬下来，再烧上1锅热水，一会儿咱们还得清洗这些猪下水。我先去看看你三嫂。哎，好嘞。三郎，你回来了。你还在月子里，怎么开始做起衣服了？赶紧放下，要不然用眼过度，将来会落下眼隙的。没事的，我生完孩子已经好几天了，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忙碌着，我不能总躺在床上，我也想为家里做点事情。我是男人，养活你们娘几个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就算你想给孩子们做衣服，也得等你出了月子，身体好利索了再说。铜匾太散碎了，不利于你保管，我就把铜匾换成了散碎的银子，你收着吧。这足有2两多。咱们家的卤煮火烧可是独一份吗？最重要的是我找的这个摆摊的地址好，在城里土地庙的庙会上，也就这几天唱大戏人流量大，等过几天未必会有这么好的生意了。而且我请了5弟帮忙，我们2个也勉强能陪我忙过得过来。之前听人说过，有个大户人家清理猪下水用的是白面，没想到这草木灰竟然能把这猪下水上的粘液和腥臭味都吸附了。要是早知道这东西还有这用处就好了。草木灰是碱性的，用处多的是。
可不止这一件。老五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收拾摊子，早点回去吧。我看着这日头还挺高的，要不咱们再等等？恐怕不行，咱们收了摊之后还要去采买明天需要的食材，回去还得清理呢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收摊儿。哎，前面的小兄弟，等一下！啊！两位小哥，先等一等，是你们摊子上卖了一种新鲜吃食，叫卤煮火烧，对吧？是我们家卖的卤煮火烧，不过我们已经收摊了。这位大哥，你若是想吃，就等明天再来吧。哎呀，是我来晚了，不瞒你说，是我们老爷最近庙会这边新出了个什么卤煮火烧，特意让我来看看。我是从东城跑过来的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卤煮火烧今天是没有了，不过我这里卤煮还有一些，你若是要的话，可以带回去当下酒菜。行，有卤煮也行，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吧。都在锅里呢，您看看能不能要得完？要，都要了，你给我装起来吧。多少钱？本来我们这些卤煮若是按碗卖的话，能值1两银子。现在您一下子全要了，我这边也省得麻烦，您就给800文吧。呵呵，不用找了，多出的200文就当是赏你了。咱们家老爷不差银子，要是好吃了，我明天还来。这也算是收到小费了吧？三哥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也太大方了吧！一下子多给了200文钱，这下咱们可赚了。行了，人家只是来买卤煮火烧的客人，没必要这么好奇。陈老板，这戏曲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摆摊儿？还不太确定，应该会在家休息几天，等过几天再说。那你就没想过在城里搞个铺子？我还没想过呢。这样有个固定的位置，我们想吃你家卤煮火烧的时候也能找得到啊。这位大哥，您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哪有那个闲钱开铺子？不过是休息几天，到时候重新找个地方摆摊罢了。不过你的建议很好，等我攒够了钱，会考虑开铺子的。趁着现在没客人，咱们再吃点，明天不用摆摊了。今天咱们可以晚回去会儿，你吃完了可以尽情的看戏。三哥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你怎么会喜欢唱戏？是觉得他们在舞台上很威风吗？那倒不是，我主要是觉得戏班子里的伙食好。我听说他们隔三差五的就能吃上一顿肉。唉。好身段，这戏唱得真不错。那是当然了，这戏班子可是玉明堂，有名的很，平时只给大户人家唱戏，这也就是咱们县太爷亲自下帖子去请的，人家班主才给几分面面。咱们是沾了县太爷的光，才能听得上这么好的戏。老百姓们都对老爷感恩戴德呢，要不是您，他们可没福分听到这么好的戏。陈露，你少在这里拍马屁。我请戏帮子也不过是想让百姓跟着热闹热闹，若是能让百姓吃饱穿暖，比唱几场大戏都重要。对了，你上次买的那个卤煮火烧是在哪里买的？带我去尝尝。卖卤煮火烧的2个小哥就在那边。老爷，您跟奴才来。别说您想念这口了，奴才也惦记着呢。三哥，你摇头干什么？难道是这戏不好看？确实不怎么好看，一点新意也没有。这故事俗套，唱腔也不够优美。要是这样的戏，你三哥我也能信手拈来。唉，三哥，这事儿可不是吹的，这可是需要功底的，跟做生意可不一样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场就能给你来一段。
忆起当年泪不干，彩楼绣球配家园。平归将了洪宗战，唐王考封我杜甫官。西凉国造了饭，你地府上殿把本餐，逼我披挂到阵前，拆散鸳鸯各一边。黄沙滚烽烟满，后来我翻帮家坐在阴安。秦朗，你那一日冰红大雁先落山，才知道三界是受傲剑。这唱的也太好了吧！可比玉明堂的角唱的还好。是啊，这唱腔真是优美。这是什么唱法？怎么之前从来没听说过？这位小哥，你真是谦虚了。你这唱的确实好。陈某自认为走南闯北，也算是有些见识的，却从来没听过你唱的这出戏。不知小哥可否告知这戏曲的名称？这出戏名叫《红鬃烈马》，共包括13折。戏曲里主要是讲薛平贵和王宝钏夫妻分别18年后又重逢，也是富家千金和穷小子的故事。有彩楼配、三击掌、武家坡、大灯殿等13个选段。我刚刚唱的那段就是武家坡。虽说都是穷小子和富家千金的老套故事，但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故事比台上那些俗套的故事有意思得多。有意思？堂堂富家千金为了一个穷小子挖了18年野菜，人老珠黄才等来说早已在主，也全因王宝钏的薛平贵。这看似团圆的结局，怎么不算是一种遗憾呢？这位先生抬举我了，我也不过是偶然得知这么个戏曲罢了。其实我们听戏听的也多是向往故事里的美好，感受他们的艰辛与无奈，就像我们这些勤勤恳恳的小老百姓一样，岁银几两苦中求，忙忙碌碌几时休。没有深刻体会过生活艰难的人是感受不到的。好一个岁银几两苦中求，忙忙碌碌几时休呀！我虽然没有切身体会过你们的辛苦忙碌，但我也知道你们的不易。你们家的卤煮火烧不错，给我们来2碗。2位客官，你们慢用。要想跟客人聊得来，就必须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不人不鬼说胡话。客官慢走，不卖了，剩下的这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加餐。收拾东西回家。哎，你说这戏台子都搭好了，怎么不多唱2天呢？这样咱们还能多摆上几天摊儿。这几天的大戏可都是县衙出的银子。听说咱们这县太爷是个清官，能拿出这么多银子让大家热闹热闹就已经不错了。真要是碰到那种横征暴虐的狗官，还不得找个名目从老百姓身上出？那倒也是。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谁欺负你们了？我去替你们讨回公道。淑云，你告诉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脸上的巴掌谁打的？是大伯母打的。爹在去城里之前给我们留了2个火烧，妹妹吵着饿了，娘就让我们拿出来分着吃了。可是我们刚吃2口，大伯母就来了。她说我们偷鸡摸狗，背着家里偷吃，把我们的饼子抢走了不说，还把我们打了一顿，还打了我1巴掌。我娘出来跟他理论，他还骂我娘，说我娘连个带棒的都生不出来，生了我们几个赔钱货。陈素娘，我真是给他脸了，看来他把我上次说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你等着，爹这就给你们出气去。别去！五爹，你赶紧去看看，别待会儿真出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三嫂，你别着急。老三，你不是去城里干活了吗？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要是不回来，还不知道我媳妇儿孩子被人欺负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媳妇儿再怎么说也是咱们秦家的人，谁敢欺负他们？那就是跟我老婆子过不去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好啊，打我闺女的就是陈素娘，你不是要替我出气吗？正好也省得我动手了。老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会是你大嫂？二丫说的还能有假吗？还是说娘想偏心到底，一味的护着她？真要是这样，娘可别怪以后没我这个儿子。陈氏，你给我出来！娘，您找我，是不是该做饭了？我现在就去做。你等等，老三刚刚说你打了二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，这都是误会，没有的事儿。小孩子的话哪里能当真呢？
正因为是小孩子才不会撒谎，就算小孩子的话不可信，还有若薇呢？难道她也撒谎了吗？陈氏，让你别招惹老三家，你当耳旁风去欺负孩子。秦老太太3令5示警告，生怕激怒秦朗，让他撂挑子不干活。娘，我是长辈，那丫头品行不端偷吃，我当然有资格教训。什么偷吃？那丫头偷吃什么了？是白面饼子，不知从哪儿偷的，被村里发现，指不定怎么诋毁咱们。娘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名声考虑。老三，你大嫂说的有理。二丫偷鸡摸狗，秦家脸面往哪儿放？旺儿可是读书人，将来是要科举考试的。好一个倒打一耙！我见过许多不要脸的人，却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赖的。你说他偷鸡摸狗，你拿出证据来，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。证据？要什么证据？那丫头已经被我逮个正着了，难道还能冤枉她？你哦，既然这样，那你说说，他是偷谁家的鸡摸谁家的狗了？你只要说出来，咱们就去求证。你若说的是真的，我愿意去向别人赔礼道歉。可你要是冤枉了我闺女，就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人。行了，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我是没亲眼看到他偷，但是他手里拿的白面饼子总做不了假。咱们家爹娘还吃不上呢，他哪儿来的？什么样的白面饼子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陈素娘满脸心虚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她抢来的白面火烧早就进了肚子，根本拿不出来。娘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大嫂果真是欺人太甚，无缘无故打了我闺女不说。我记得秦望可是最注重脸面的，他不是经常说什么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大嫂做出这么臭不要脸的事儿，可是丢尽了脸面，不如死了算了。老三，你个黑心肝的，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你就要逼我死？我可是你们老秦家的大功臣，为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男丁，你们这是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啊！你给我闭嘴！陈氏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别逼我现在动手扇你！我不管你有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，今天这事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。哟，老秦家怎么这么热闹？这是吵起来了？看样子像是。这秦家老三平时任劳任怨的，跟个大黄牛似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大的气？瞧你这三分火说呢，就秦老太太和他们老大一家做的那些事，秦家老三再好的脾气也忍受不了吧？这秦家这是要卖闺女了，可不是吗？这是要卖闺女了，可不是吗？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，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家还没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？你们家一个个都是一锅底的黑灰，还有心情看我们家的笑话？乱哄哄的，闹什么闹？还不够让外人看笑话的？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自己家不能关起门来解决？老三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爹给你做主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少在这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丢人现眼。你若是影响了旺儿的名声，我就让老大休了你。三弟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吗？你就不考虑以后吗？你可是连个儿子都没有的。真是个蠢货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以为我在乎他说的这些屁话。嘿嘿，我来了！哎呦！我有原则不打女人，但不代表我不打男人。不使阴招，惹了我，当场就得还回来。当家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会无缘无故摔倒？呀，你嘴巴上都是血！我的牙掉了！老三，你个黑心烂肺的玩意儿！我可是你大哥，你怎么能下这么毒的狠手？你这个目无兄长、不尊不孝的玩意儿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大哥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自己摔倒了，怎么先倒打一耙？你跟大嫂夫妻一体，想必大嫂做的那些事情你都是知道的，该不会是报应到你身上了吧？好你个老三，真是翅膀硬了！你陷害手足居然还不承认，你等着，等我家晃儿高中明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，到时候我让你尝尝18般酷刑的滋味。果然没想着善待原主，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究竟有多冤枉。今天我就让你们作茧自缚。大哥终于说出了真心话，原来你们说的那些举全家之力供秦望读书，将来他功成名就了，大家都跟着享福的话，都是骗人的，一直都是骗我们的。可怜我眼瞎心盲，居然信以为真。为此我还同意卖掉自己的亲生闺女，我真是该死啊！哎呀，这秦家老大可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。是啊，谁不知道秦家老三为了侄子读书付出了多大代价，自己亲闺女都能卖，到头来居然落得这样下场。这还没考中功名呢，秦老大就这么猖狂，他儿子要是考中了，那还不得上天？咱们以后少跟这种人打交道。秦朗，你以后也长点心吧，放着自家闺女不疼去疼侄子。各位乡亲说的对，是我活该。
以前是我识人不清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老大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老三为了这个家出了多少力，为了望儿读书牺牲了多少，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爹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事真不怨我，是老三他背地里下黑手，他故意伸腿绊我的。老三，你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是不是你先伸腿绊我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大哥还要冤枉我？你若是非要把这事栽赃到我身上，省得让外人看笑话，这么多年，我终究是错付了。我知道，这事儿我能作证。五弟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人还大哥清白。你快告诉大家和爹娘，是我亲眼看见，我刚刚看得很清楚，我三哥和大哥有一段距离，根本没有伸脚使绊子。明明是大哥他自己去倒的，还非要把锅扣到三哥头上，肯定是大哥对前几天三哥不让二丫给你们洗衣服的事故意冤枉三哥。你们两个是一伙的，好啊，合起伙来欺负我。老五，老三给了你什么好处？难道就因为他带你去城里干了几天活，你就向着他？我劝你目光别这么短浅，等我们家旺儿考上了功名，做了官老爷，可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的。五弟，三哥知道你性子直，爱说实话，但是大哥说的对，他们将来是要做官老爷的。你现在帮着我说实话，就是在跟他们作对。万一他将来报复你，可怎么办啊？都说说吧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大嫂跑到我家里打了我闺女，还诬陷她偷鸡摸狗。爹娘，今天这事儿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咱们就正式分家。混账！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父母再不分家，你把孝道放在了何处？父慈子孝，爹娘眼里有我这个儿子，我才能孝顺。若是你们眼里压根没有我，我又何必强求？我知道朝廷有律法，父母在不得擅自分家，但法外讲究人情。到时候咱们就让县太爷来断断是非。若真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官府一切惩罚。到时候也让大家看看，秦望有这样的父母，他如何在县学里读书。陈氏，你个搅家精！事情因你而起，今天你必须给老三一个交代，要不然我就让老大休了你，把你送回娘家去。爹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可是旺哥的亲娘，给你们老秦家生了唯一的男丁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。哼，你要不是旺哥的亲娘，我早就让老大收理你了。这么多年你在家里作威作福，排挤兄弟，欺负弟妹。若不是旺哥还要读书，家里能容得下你？这次的事情老老实实交代清楚。我今天本来是去看三弟妹的，结果发现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偷吃饼子，那饼子还是白面做的，烙得两面金黄，闻着可香了。我这不是害怕几个小丫头偷鸡摸狗坏了旺哥的名头，以后让他在书院抬不起头来吗？我才借机教训了他们一顿。那白面饼子呢？捉贼拿赃，你说他们偷吃白面饼子，东西在哪里？我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呢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大嫂还想着隐瞒，压根就没打算说实话。我看还是按爹说的，送回娘家吧。大哥要是不敢，我和五弟亲自把人送走，也让陈家知道他的德行。行，我跟三哥一道去，咱们现在就走。别，我看到白面饼子实在诱人，我自己吃了。哼，大嫂真是谎话连篇，自己偷吃还诬陷我闺女偷东西，让我们怎么信你？爹娘，你们听到了，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。就是不知道大哥对这事知不知情。这事我真的不知道。陈素娘，你个臭娘们，居然敢冤枉孩子，这是丢尽了旺哥的脸。赶紧给老三道歉，争取老三的原谅。三弟，对不起，这事儿都是大嫂的错，是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打孩子，你就原谅大嫂这一回吧。你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们家二丫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让我给一个丫头片子道歉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不愿意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这个孽障！就按爹说的办吧。陈氏，这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，你若不想回娘家，就去跟二丫道歉，要不然我也帮不了你。可我毕竟是长辈，怎么能给个丫头道歉呢？长辈？你哪里有点做长辈的样子？换成外人，你以为的孩子动手后又冤枉他是？我看你还是自己回娘家去吧，我管不了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去给二丫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老三真闹起来，影响的是咱们旺哥。你真要是因为这事儿被休了，将来旺哥飞黄腾达可没你什么事儿了。对，我不能被扫地出门。要是走了，将来儿子除夕了，我岂不是做不能功亏一篑？等将来做了老太君，有的是办法收拾秦朗和那几个丫头片子。好，这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去给二丫道歉。老五，你去把二丫带过来，
告诉他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二丫，别怕，爹在这儿呢。爹，淑云别怕，有爹在呢。今天的事，爹一定给你讨个公道。二丫，今天的事都是大伯母的错，我也是怕你那白面饼子是偷来的，怕你带坏妹妹们，影响了你哥哥读书人的名头，才动手打了你。大伯母在这里跟你道个歉，你就不要生大伯母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大伯母居然会向我道歉，梦里都不敢想。这件事情爹听你的，你若是愿意原谅他，就原谅他。你打了我2巴掌，想让我就这么轻飘飘的原谅你，我做不到。你个臭丫头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已经低声下气的向你道歉了，你居然还敢不原谅我？你一个赔钱货的丫头片子，有什么资格说不原谅我？这就是大嫂道歉的态度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既然这样，咱们还是分家吧。老三，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我和你娘还没死呢，别动不动就把分家挂在嘴上，让外人听了看笑话。爹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家里是容不下我和二丫了。你给我滚！滚出去！我看爹娘眼里也没我这个儿子了。你们嘴上说着要为我做主，可实际情况呢？还不是想着让我和我闺女受委屈。况且现在我们一家人是单过的，跟分家也没什么区别。那不是家里人口多，在一个锅里搅勺不方便吗？谁说我没有替你们主持公道了？你大嫂不已经道歉了吗？既然在一个锅里搅勺不方便，为什么单单就把我们一家人分出去？不是把大哥大嫂一家分出去？既然我们已经分出去了，咱们彻底分家不是更好吗？至于爹说的主持公道，不过是让大嫂不痛不痒的给我闺女道个歉，那是不是我现在打她一顿，再给她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也行。只是我常年干力气活，手劲儿比较大，一会儿要是下手没情状，还请大多担待一下。老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大嫂，都说长嫂如母，你敢打我就是不孝。长嫂如母，我亲娘还没死呢，你就想替代她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诅咒她呢。陈氏，我老婆子还没死呢，你就想造反不成？娘，你别听老三胡说八道，我压根儿没那个意思。将来咱们家旺儿要是做了大官，您可是要做老太君的人，我怎么敢造反呢？只是老三的要求太过分了，我可是他大嫂，他怎么能动手打我呢？老三，你大嫂毕竟是你大嫂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不太过分的，娘都答应你。行，既然娘开口了，我也不能不听。我有几个条件：第一，让大嫂自扇2个耳光，她打我们家淑云的事就算接过了；第二，咱们不分家可以，但以后我们一家人单过，不在一个锅里搅勺了，这样大家都省心。不过爹娘放心，就算咱们分开过日子，以后该孝敬爹娘了，我1分都不会少。第三，以后大嫂和爹娘不要对我家的几个丫头吆五喝六的。如果我发现你们私底下欺负他们娘几个，我可不能像今天一样善了了。以前让他出去单顾，他还嫌吃亏，怎么今天主动提出来了？这小子在耍什么花招？行，今天的事情都依你，不过事先说好，将来旺哥出息了，不带上你们义子享福，你可不能反悔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谁是要饭的？老五，你去后门。这种大户人家，正门不是给下人走的。你去后门找采买的杂役，把碎银子塞过去，就说秦山村的人带着契书和银两来赎春丫。15两银子，1分不能少。府里还给他做过2身冬衣，折算500文。去后院把春丫叫出来。大丫，爹，瘦成这样，骨头都扎人，爹来接你回家了。大丫，客官，您的卤煮来嘞！开春后，秦朗的生意迎来大爆发，在镇上盘下带后院的铺子。大丫的冻疮好了，秦朝也成了店里的得力帮手。蜗牛上大佬。
得意什么？再有钱也是个商贾建业。等咱们家旺哥考上秀才，做了官，让他秦老三跪在咱们面前磕头。对，咱们有旺哥。等放榜的日子，就是咱们老秦家光宗耀祖的时候。哪个是秦望的家属？官爷，我是秦望的爹。官爷，我是秦望的爹，是不是我家旺哥中了秀才？您几位来报喜了？报喜？报丧还差不多。秦望在考场夹带小抄，还试图重金贿赂统考学子替考，已被学政大人当场拿下。不可能，我家旺哥学问极好，怎么可能作弊？人证物证俱在，卷子都封存了。县太爷有令，秦望剥夺童生功名，杖责50，流放西北边疆苦役，罚没家产，抵成赃款，全家即刻查抄，凡值钱物色一律带走。三哥，出事了，老宅那边出大事了。说。秦望作弊被抓，流放边疆了。老宅被官府抄了，大嫂疯了，二哥整天坐在村口傻笑，爹气得瘫在床上了。知道了。快走，别磨蹭！快给他撕去！走着。爹，娘说今天提早打烊，晚上咱们一家人去河边看花灯。好，